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九哥。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史上第一次大浩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始。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为了统一思想和价值观，发布了焚书令，规定史官需将秦纪以外的史书全部销毁。本国除了博士官掌管收藏外，天下所有的诗、书和诸子百家书籍一律送到郡中焚毁。秦始皇焚书的后果是，战国时期除秦国外各国历史均消失殆尽，只留下手工业、农业的图书以及秦国史，这就导致了百代游行秦法政。我们对先秦时代的历史只能遵照秦国人的叙述而展开，缺乏了六国史书佐证。那么为尊则伪，一家之言肯定是片面之词。而上古时代的历史，我们基本遵照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描写西汉的历史，因为相隔时间较近，应该有很高的历史还原度。但是上古时代距离司马迁也相隔了几千年，那《史记》中记载的上古世纪真的能反映得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貌吗？恐怕这里面臆想的成分就非常大了。那么如果是距离上古时期更近的东周立国时期记录的历史，会不会比司马迁录得更真实一些呢？就好比你一定没有你爸爸更了解你的爷爷多是一个道理。既然东周比汉武帝时期要早了几百年，那么恐怕春秋战国时代的史册应该比司马迁的史记更加详实。只可惜始皇帝焚书坑儒的一把火，将我们探知历史真相源头化为了灰烬。那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躲过这场浩劫幸存下来的漏网之鱼呢？这还真有。由于他在秦始皇称帝之前就长埋于地底的原因，幸免躲过了那场浩劫。这个漏网之鱼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上古史书《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中的记载不仅和《史记》上讲的不一样，甚至还大相径庭。他把《史记》里描述的上古时期的黄金祥和时代用血腥的描述击得粉碎。说到这本书的来历，就要先从一个盗墓事件开始说起。西晋太康2年，公元281年，一名叫否彪的盗墓贼在离洛阳几十里不远处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古墓。这个古墓不仅规模较大，洞口还很深，所以花他不少力气。当进入古墓后，因为墓内很黑，他便顺手捡起了地上一些竹简点燃，当成火把来照明。他的运气也不算太好，当走到古墓里面后，发现陪葬品已经被前人洗劫一空，只剩下成堆散落在地上的竹简。但是否彪本人不识字，就没把那些地上成堆的竹简当回事儿。否彪发现没有他想要的宝物后，也就失望地离开了。我想他但凡能认识些字，一定会让他惊喜不已，因为多少年之后，散落一地的竹简每一片的价值都远超于黄金。天亮之后，当地的村民发现这个盗洞，于是报给了官府。官府派出衙役从洞内整理出来10大册竹简，据事后统计，竹简上面的文字足足有10万余字。不过竹简上面的文字没有人能认识，因为竹简写的年代秦始皇还没有扫平六国，还没有统一度量衡和各国文字，自然无法识别。于是这些竹简被一层层上报到官府领导，一直上报到了皇帝司马炎的手里。此时的司马炎正在攻打东吴，这批竹简就一直搁置封存着。3年后，西晋王朝完成了统一大业，皇帝下令整理这批古墓中发现的竹简。这一整理才知道，原来竹简中有一部创作于先秦时期的编年体史书，由于盗墓者打乱了竹简的次序，给整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并且这部史书是用古文字所写，近代的大儒只能依据实经对照试读，让整理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当初步破译的结果出来后，才知道竹简陪葬品的主人，也就是那个古墓的主人，就是战国时期魏国第4任君主魏襄王。竹简内容分别有《易经》、国语、大历、纪年等，其中颠覆后世的便是其中的13篇纪年。因为这些文字都是记录在竹简之上，故后世称它为竹书纪年。这13篇记录跨度有1847年，从炎黄2帝到战国时期，共89位君主帝王。而这段历史对于西晋当局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从远古写到汉朝，比竹书纪年写的历史还要远。
而且已经地位超然。让西晋当局震惊的却是同样的历史事件，竹书纪年却记录出来完全不同于史记的版本。在史记中，尧、舜、禹可是儒学体系中的明君，他们的禅让成为传承后世的佳话。但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却是说，尧年老之后威望下降，舜借机会囚禁了尧，尧的儿子丹朱起兵，但被舜击败，舜自立为帝。而治水大禹在竹书纪年中也没那么理所应当，民心所向。舜继承大统之后，开始大肆捕杀尧的势力，其中禹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禹隐忍多年，用治水提高威望，击败舜后夺其位子，并将其流放到苍梧。最终舜死在了苍梧。尽管这些与我们熟知的正史相比显得很是荒谬，但竹书纪年并不是孤证。韩非子说仪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视其君者也。意思就是舜逼走了尧，禹逼走了舜，商汤流放夏桀，武王伐纣，这四个王就是以臣子身份杀害君主的。可见距离司马迁100年前的古人并没有形成尧舜禅让的历史共识。即便我们不能断定大舜是骄躁称帝，也并不能证明儒家所说的先王得位都是公平公正的。同样，舜帝也得到了大禹的报应，大禹治水名扬天下，而舜帝一直怕有功之臣功高盖主，对大禹处处提防，最后还是被大禹起兵夺权，将大舜流放苍梧，甚至逼死了他。舜的2个妃子，也即是帝尧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听闻此事，在湖南密林中哭泣而死，落下的眼泪形成了天下民族香妃族。对于这段记载，不仅竹书纪年有记载，还散见于民间其他著作，所以舜帝之死绝非是儒家所传的样子。我们都知道《封神榜》，史记里也清楚地记载商朝纣王昏庸无道，周武王伐纣后建立周朝。那么纣王真的有那么坏吗？在竹书纪年里和史记中记载的完全不一样。纣王并不是一个昏君，相反还是一个勤政的君王。武王伐纣其实是周氏家族和商朝的一场斗争，说白了就是周代表的农耕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之间的一场利益斗争。我们知道为什么现在经商者都称为商人，就是从商朝的商字沿用而来，所以自然就明白商朝是一个善于搞物质贸易的民族，而周来自陕西，以农耕游牧为主。因为2个民族不同的价值观念，导致了一场生死斗争较量。周的胜利要感谢于当时正好赶上沿海地区少数部落的造反，商纣王出兵沿海平夷，造成本国防守空虚，周武王趁机攻打商朝，夺取天下，建立了西周。说白了，这就是一场利益之争，并没有什么大义凛然、正义打败邪恶的说法。那么西周之后的东周是怎么建立的呢？史记中记载，西周灭亡是因为周幽王得了一个冷面美人褒姒，褒姒不爱笑，周幽王就想方设法逗她笑，甚至不惜点燃烽火骗诸侯前来擒王。次数多了，诸侯都不相信周幽王，结果外族入侵，周幽王抵抗不住被杀。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但是在竹书纪年里，不仅否认了这个说法，还牵涉出了一段弑父夺权的故事。竹书纪年中记载，周幽王因宠爱褒姒，甚至改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被废的申皇后和太子宜臼愤愤不平，申皇后带着儿子回到娘家和父亲哭诉，而申皇后的父亲正是诸侯中势力最大的一位，名叫申侯。之后周幽王又觉得申侯是一个大隐患，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率兵攻打申国，而申侯组织联合了犬戎等少数民族一起联合防守反攻，最终周幽王不敌，兵败被杀，西周灭亡。之后申侯立自己外孙宜臼为王，也就是后来周平王之位。然而当时的诸侯却都很不服，因为周幽王无论如何只是废除了太子，不算一个明君，但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周平王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外敌弑父夺权，显然周平王的错误更加明显，得位名不正言不顺。为了表示对周平王的反对，其他诸侯拥立周幽王的弟弟姬于为新的周王，名为周贤王。于是西周出现了不伦不类的2王并立的局面。后来姬于被刺杀，周平王成为唯一的周王，东周从此开始。
而关于后羿射日里的后羿，在竹书纪年中也有记载，不过讲的并不是神话似的去射太阳，而是夺取皇位。竹书纪年中记载，禹将皇位传给了儿子启之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就建立起来了。不过他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而是命运多劫。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后，整日沉迷于酒色，于是东夷部落的有求氏首领后羿就带领着军队攻打过去，夺取了王位，史称太康失国。但是后羿并没有自己当王，而是培植了一个傀儡叫仲康。后羿年老以后被部落内部的人给杀掉了，后来仲康的孙子少康发愤图强，又重新夺回了王位，史称少康复国。这件事在史记中并没有记载。竹书纪年的猛料还不止于上古先王，对咱们历来称道的贤相伊尹也多有恶评。众所周知，伊尹是商汤的丞相，本是白丁布衣，素有贤名。商汤仿之，最后伊尹帮助商汤平灭夏桀，建立商朝，伊尹也就被儒生们奉为先贤之人，是历代宰相的标杆。但是竹书纪年里描述可就大相径庭了。在传统的史记里面，伊尹因为太甲胡作非为而将他囚禁起来，等到了太甲改邪归正之后，便还政于他。伊尹也因为这件事而流芳百世。但是在竹书纪年里面，这个故事被彻底颠覆了。据竹书纪年中记载，因众人继位，惧豪伯，其轻视伊尹，众人奔，伊尹乃放太甲与同，而自立也。伊尹继位于太甲7年，太甲遣出自同，杀伊尹，乃立其子夷质。也就是说，太甲是被伊尹以阴谋诡计放逐的。后来太甲在同地休养生息，卧轻藏胆，最后杀回国都，屠了伊尹，根本就不是伊尹迎回太甲。这样圣君贤相的记载，如果竹书纪年的这一说法属实，那么一个古代的圣人将被彻底颠覆。不过有专家学者说，这样的说法应该不是很准确，因为根据后来发现的甲骨文，不难得知伊尹在商朝地位崇高。如果他真的发动政变自己当皇帝，那么后来的商朝皇帝是不可能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和地位。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推论，就是因为伊尹在商朝初年地位很高，确实是缔造商朝的从龙功臣，在朝内树大根深。如果贸然宣布伊尹罪状，会撼动大商的根基。太甲根据现实考虑，决定低调处理，只是暗中杀死了伊尹，却对外宣布伊尹的丰功伟绩，先杀再捧，也为了安抚朝中的伊尹派臣子，稳固自己的统治。当然，具体哪种历史才符合事实，恐怕只有太甲和伊尹自己知道了。那个时期历史不见文字，甲骨文也是商朝中后期才出现的文字，所以一切都流于传说。那么为什么史记的传闻就是金科玉律，竹书纪年就非得是歪理邪说呢？历史永远都是给胜利者所书写的，任何一任君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名声威望，都不希望竹书纪年里面那些夺权的事情成为宣导的主旋律。自然史记中记载的那种祥和的君臣之礼，以诚相待的情况，才是当政者愿意去宣扬的。所以历朝历代都将竹书纪年视为禁书，难以推广。而由于史记的记载更深得人心，故被史学家们一直称为正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更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巨作。所以与之相悖的竹书纪年一直不受待见，几度差点彻底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事实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更加贴近人性，禅让太像美好的童话故事。黑暗血腥、刀光剑影之间的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的以命相搏，才应该是人类政治斗争的主旋律。既然中国的历史记载从秦始皇焚书之后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那么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关于上古时代的重要文物跟随秦始皇一起深埋入地底了呢？有没有可能一些从未露面的史书被完整保存在始皇陵内？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要等到秦始皇陵地宫开启的那一天才能够知道。关于竹书纪年还有很多颠覆历史的内容，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网上查找。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继续分享自己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拜拜。